头2天给考研的孩子整了一顿。那天正好是考研前一天晚上，我寻这得吃点好的，也不光是为了加油，主要我怕他们考完了没心思吃了，给他们做了个尖椒肉丝饼，还有个新加坡辣螃蟹。既然这盒没扔，你们买认准这包装就行。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真假的，但我觉得跟我在新加坡吃的味儿是一样的。完我寻思这晚上不得干通宵啊，做了个草莓冰点提神。完他们说哥你别整那没用的，那玩意儿提神这一块，咱说心里话，提神这玩意儿啥玩意儿有肘子提神呢？咱说。完有个南方同学说没吃过杀猪菜，我寻思这不撞枪口上了吗？我给炖了满满一大锅呀，这底下还藏俩骨棒呢。然后他们说想吃个前帐菜，我炖了个牛腩腐猪煲。我天天说前帐，给我现帐整贼紧张。好家伙，连夜在家熬了一锅皮冻，家里火都没关就给我送来了。我说咱哥俩关系慢慢处呗，你这整还挺玻璃心。最后给他们做了个蒜苔羊排和咸蛋黄茄子，然后他们拿到寝室稍微有点凉，就上宿管阿姨那屋热了一下。据说那香味在阿姨那屋久久不能散去，整的人2点多还没睡着觉呢，起来泡上方便。然后有同学元旦不回家，我给他们带了不少自嗨锅，正好最近拼多多6周年活动，花1块钱就能秒整箱9盒自嗨锅。这毛我旺自热火锅贼入味，还有梅肉饭和山牛煲饭都嘎嘎香。你们直接点我评论区链接抢就完事儿了。但我嘱咐他们千万别拿这玩意儿上学校食堂吃去啊！江湖上盛传一句话叫万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呐。来吧，酱家的牛竹、老肘、胀冻、猪菜、辣蟹、青饼、梅冰、台牌、黄茄、蒜骨。行了，这就跟我弟打包往学校去了。今天来的是中医药大学，我跟这几个同学约定了一下，我说如果考研成功了，等开学一定给我整2天膏药，但如果吃了我的饭，考研失败了，我只能把我弟拿出来给你们练练针灸了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，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，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，今天怒买50斤，一次在家多做点。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，先得把肉切了，绞肉馅，完瘦肉可以随便绞，但肥肉还得绞成泥。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。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，做了2个味儿的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。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，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。你信我话，买现成的吃就行。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，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。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，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，就得生给他搅上劲儿。这里没有技巧，全是体力。刘大脑的脸憋通红，怒嚼50分钟，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。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，说不回就骂娘。这小狗嘚没吃着，找个代驾回去了。完我们就开始灌肠、扎眼、系线。这肠因为都是肉末，所以灌的就很通畅，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，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。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-4个小时，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，家里所有锅都用了，还煮了3番。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，只能码1层，多了不行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，还得盯着加气泡，跟打地鼠似的。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，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。切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，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，晾的越干烤的越脆。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，擦不就给塑封了。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，1点多不睡最伤肾，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，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。后来我一算得做了400根肠，我就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会儿都2点了，我有个哥们看着这个给我来个电话。他说哥们儿，你要遇着啥难事你就说，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。他说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，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，可别扯那没用的了。下大雪了，想给我奶炖只大鹅，但是活的我抓不着，死的我买不着。也就是说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之中，我和大鹅都没有准备好双向奔赴。我说奶呀，不行，你考虑错峰吃鹅吧。但我奶说了，下大雪的仪式感必须得有。咱奶的仪式感非常简单的，就大肘子和大包子，所以我今天包了个肘子馅的大包子。下雪我弟也很兴奋，我俩去买菜的时候，他们在雪地里跑得比大鹅还欢实，我都怕他让人抓走了。我给烤了一锅半老包，他说我今天必须给你吃出个新吃法来。我天哪，菠萝包里搁上肘子肉，再来一口大蒜瓣，那叫一个前账看了会流泪，不懵不是广东人呢。我奶今天还点了排油条、肉段烧茄子，还有这个撒烧烤料炒的肥牛。我说奶呀，这下雪你不能出去溜达去，你不消化呀。我奶说我今天教你一个道理，叫下雪天吃冰糕，我图的就是这个劲儿。
这雪天做完饭也不想收拾了，往常还得擦擦油烟机和灶台啥的，多累呀！咱就直接微信小程序找京东服务家，人有专业的工程师上门，去油除垢、消毒杀菌，还能延长使用寿命。现在点链接，双薪上京东服务家，每晚8点还能抢券，11块钱就能洗一台油烟机，手速慢，活动价才139。咱说早知道这么合适，我原来都多余自己收拾。来吧，气象箱的青丝儿、波包、肘包、酒蛋、煎饺、排羊、烤牛、虾豆、段茄、藕盒、蚝生。上我奶奶，我俩也没啥心思吃啊。我说奶，你慢慢吃吧。下雪路也滑，我俩先回去了。我吃我最近特别想吃麻辣火锅，然后平时我还爱看炒火锅底料的视频，那大锅下料感觉特别爽，所以我买了400斤调料和800斤牛肥油。我打算用前2天买的那个1.4米大铁锅在家做一次试试，看看是不是也这么过瘾。但是炒料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做，这里边处理干辣椒是最痛苦的，因为它实在太呛了。我当时咳嗽的肺子都要出来了，就感觉咳一下全身都在共振。真的，就处理辣椒的那天里啊，我们家楼道的声控灯我们给磕成常亮的了。所以后来熬牛油的时候，我们就拿到院里去熬去了。零下20多度的天，熬这玩意儿差点没给手指头冻掉了。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，就这准备工作多到根本就干不完。就是每当我觉得下一秒可以炒料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其实还有事儿是没准备好的。等我们准备好所有东西的时候，已经是第4天早上了。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我发现有些钱呢，他就活该让别人挣去。后来就到了我最愿意看的化牛油的环节了，但这玩意儿不快进根本就看不了，因为它真的巨慢，所以化油的时候没啥意思，我们就下楼打雪仗去了。但是打得太激烈了，再加上这几天在外面冻的时间有点长，回家这顿打喷嚏啊，我估计肯定是嘚瑟感冒了。完了，我们赶紧喝了点999感冒灵，这喝完算是暖和多了，要不这大冷天真是扛不住啊。但是后来炸料油的时候，我发现水汽特别大，要是这么炒料就很容易糊底，所以我们又把这大锅给搬屋去了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我宁可在屋里炒呛死，也不能让这锅料有一点糊的风险，因为我是不太接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个事儿的。要是现在跟我说让我忘掉前3天遭的罪，重新做选择的话，那还不如直接让我死去呢。不过后来炒料的时候还是挺爽的，尤其是一样一样往里下东西的时候，看着可太解压了。但炒起来也非常累，这一锅炒了4个半小时，就一直在不停的搅，都给我干虚脱了。不过有机会能这么炒一次火锅底料，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。虽然这活我们整整干了5天，然后做好了就都打包给身边朋友分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底料比我在火锅店吃的还香。尤其是这大冷天能在家吃上一顿冒着热气的麻辣火锅，这也太舒服了。但是这么折腾完一次之后，这房子也算彻底腌出味儿了。我估计这味儿要想完全散尽啊，最少也得3年。哎呀，干哈呀？这是破防了，家人们！我发现我兜里就不能有钱呢。这去趟市场啥都想买，买回来一地。好家伙，谁逮谁问我表慢这么多吗？你家这么早就过年了吗？哎，过不过年不知道，但吃了我的饭，小肚兜溜圆，因为我有秘制小酱料啊。就这大丰收啊！我跟你说，就快给我收了。我这3天不吃，2天就响啊。这盖1周可当场来卖呀！你看看这占了多少汤啊！花卷和饼我一样就吃1小块啊，因为我的胃得给这碗大米饭留着呀。这汤往上一浇，我脑里就一个词儿，就是嘎嘎的。妈，这锅杂粮也是真猛啊！这玩意儿拌点鸡蛋焖子，尤其是那个土豆子，哎呦我太爱东北了。我今天一高兴整10来个菜，就不挨个介绍了，看着啥算啥吧。这羊排蘸着韭菜花真是没贼了。这蛋黄焗玉米一下给我拉回小时候了。黑椒牛肉粒我用和牛炒的，这个神菜你们一定记一下吧。就这么说吧，有一天要是我走了，这就是我留给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弟说馋螺蛳粉了，这都是我趁拼多多国庆补贴掏的呀，1块钱整这老些。这里有螺蛳粉，有酸辣粉，料多味儿还正，再配个煎蛋，那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呀。老话说一直嗦粉一直爽，那还寻思啥了？火速上评论区掏它，这虾每一个都赶我手长大，我只能说 Welcome to 东北啊！大头菜还得手撕的，要不真出不来那味儿。看这粉条子啊，我炒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他们吃完了是这样的，好家伙，这点肉全借味儿了。最后3口结束战斗，先来一只烤大虾，再掏一块带着肉香的甜南瓜，最后跟哈店女平分一个地瓜。行了，完事儿，收拾厨房，明天消化，后天见了宝。